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再次分享这一颗迷你型的石斛兰哦。那这一颗呢，其实如果你跟我频道一段时间，这一颗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那这一颗的名字呢，我其实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 Trinervium 应该是这样发音吧。然后呢，这一颗啊，其实一直是到了它开第一朵花，我才发现它正在开花，所以等一下再来跟你们说一下它背后的故事。这一颗兰花呢，我是在2019年的5月中下旬，接近5月底的时候呢，才看到它开花，才意识到说，哇，这颗兰花呢，正在开花。原因是因为这颗兰花它是一个迷你型小型的石斛兰，所以呢，它其实在我的环境里面长得很好，长了很多叶子。那因为它的花呢是白色跟绿色相间的一种花，然后它的花的大小也比较小，所以啊，其实它的这个花苞在长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太容易很明显就能够看到。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到了5月底，我看到第一朵花开了，我才发现原来它正在开花。那这一颗兰花呢，其实它是一个原生种。那这个原生种呢，也是挺特别的一个原生种哦。它的这个产区是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然后呢，它的花期其实是不定期，它就是那英文叫做 free flowering， 就是说没有固定是在春天或是冬天或是哪一个季节会特别开花，所以它的这种花期呢是不定期的会开花。那它这个品种啊，这个原生种的品种，它也有味道。它这个味道，上一次我描述的是说有点像美酒的味道，酸酸的味道，但是也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闻起来蛮好闻的。不过它的香味不是那种很浓郁的，所以你要能够闻得到香味，还是必须把你的鼻子放靠近一点，你才能够闻得到它的香味。毕竟它的花朵很小。好，那这颗兰花其实买回来的时候就是种在这个里面这个黑色的小盆子里面，然后它的介质呢是树皮。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要为它换盆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它的根系其实很细。那因为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呢，它的这个树皮呢，还有可以用个一年多的一两年左右。然后呢，它的这个大小，因为是迷你型的石斛兰，所以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容器呢，还足够让它再待上个至少1年。所以当时买回来，到现在已经是第2年了，所以呢，还是种在那里面原来的容器里面。那你到现在一定有发现，我呢，在它的这个容器呢底部加了一个钩子，然后再勾到这个黑色的杯子的边缘，这样子其实是方便我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方便我如果要从这个外面这个大的塑胶杯取出来的时候呢，我只要拉那根铁丝，拉那根钩子，我就可以轻易的取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决定要把这颗兰花挂在我的兰花架子上面，而不是放在这个白色的透明杯子里面的话，我可以有那样子的选择。那这个白色应该说这个透明的塑胶杯，它的这个功能也有2个，一个呢是在阻隔也许这个既有介质里面也许会有一些小虫子或什么的，我可以做一个稍微一点点屏障来阻隔，让它不要太容易能够跑出来。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能够增加周围的湿度就是说当我加完水的时候呢，我可以把水倒掉之后，让它呢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保持湿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再来，另外这个杯子就是当我泡水时候的这个承接这个水的这个容器
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经过考虑之后才做这样的决定。这一颗兰花施肥上面呢，跟其他我的蝴蝶兰、其他种类的兰花大部分都一样因为它不定期开花，所以我没有针对它特别用开花肥来对它进行催花动作那这一种兰花呢，我一般就是用根叶肥为主的肥料，氮肥为主的肥料，每一次就是用1/4的浓度建议浓度的1/4 25%就给它。大部分我都是用泡着的泡到就是它的这个介质大概就80%-90%分80%-90%80%-90%这样的高度，就给它泡个1-2小时。那有时候呢我比较忙会就是有1周没有浇水，没有给它泡水，就会发现它的这个茎干上面会比较稍微皱一点。那泡完水之后大概过1天，它整个就会又变成非常饱满。所以呢，其实石斛兰你看它缺不缺水呢？其实看它的茎干常常都能够找出一些端倪。那每一次泡完水，我一定都会把水沥干之后，再把它放回那个透明的杯子里面去，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不管它但是一定要让它下面的水都全部倒掉。原因是因为其实蝴蝶兰它更是一种寄生植物，所以呢，它其实不希望是积水积的很多的情况之下生长的，因为它更需要排水性良好的介质。那因为它的介质已经是树皮，是排水性相当良好，但是呢，我用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树皮如果你只是紧紧的浇水，那个水很容易就马上流掉。那如果你没有给它浸泡呢，这个树皮可能只有表面湿，但里面没有泡湿，就比较没有办法能够维持到1周那么久，可能它隔个1天就干了。那你如果每隔天有时间这样，每天或每隔天这样子的浇花是没有问题。像我个人的话呢，是喜欢干湿分明的周期7天，这样我1周我只要浇1次水。所以呢，我就决定还是把这颗兰花种在这样的多一个这样杯子放到里面去，这样子呢我就比较省事一点。再来一个，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兰花它虽然根系很细，但是它细的程度呢就是说不会像是文心兰那样子根细的程度，然后如果缺水就容易死亡。蝴蝶兰它虽然根系像这一颗，但是呢它的很多根系干，但是不会死掉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再来，这种蝴蝶兰，这一个品种的蝴蝶兰它是不需要冬眠的，它冬天的时候呢所有的叶子都是维持绿色，不会落叶。所以呢冬天的时候呢，这一种的蝴蝶兰我是没有对它进行冬眠，也就是说在冬天我不会减少水量的供给，然后呢照常的施肥。因为它的这个开花季节是不固定，所以其实它是属于那种常绿型的兰花种类。那到现在你一定会问，那哪一种石斛兰是需要冬眠，哪一种不需要冬眠？这个其实当你买到一颗石斛兰的时候，你除了问卖家之外，自己得做一点功课，因为有时候它其实蛮难分辨的。所以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妙招来就是分辨它到底需不需要冬眠。所以这个东西呢，就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做一些调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去花市买，你就可以直接问老板这样子呢你就会比较知道这个兰花到底需要怎么样照顾。那像这一颗呢，以这颗为例，它就是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是常绿型的迷你原生种石斛兰。对我来说呢，我相当喜欢这一颗，因为它没有开花的时候它的叶子还有它的这个茎干所呈现的一种方式，还是让我想到就是迷你型的这种小盆栽我其实有时候我甚至它没有开花，我会把它带到办公室去放着，就观叶相当的可爱的一颗兰花。那这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养石斛兰呢？养了几颗，有哪些种类呢？欢迎都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看看呢是不是你们也跟我一样，也都很喜欢石斛兰这样子的兰花种类。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